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看见那根白头发是哪一天？大多数人都说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，洗了脸，对着镜子低下头，忽然就看见了一根白的特别扎眼，那一瞬间心里咯噔一下，像是什么东西突然碎了一块，有人当场拔掉，有人转头就去买染发剂，还有人站在那里发了好一会儿呆，心里默默问自己，我是不是老了？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句真心话，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那根白头发，而是人还没老，心先苦了。很多人说怕白头发，其实怕的根本不是好不好看，怕的是什么？怕自己开始没用了，怕孩子嫌弃，怕身体一天天垮下去，怕有一天连镜子里的自己都认不出来。尤其是过了50岁以后，最不敢面对的其实不是年龄这个数字，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的下半场了。父母老了，孩子远了，身体开始出各种状况，睡眠越来越浅，记忆力悄悄下滑。有时候半夜醒来，屋子里静的只剩下自己的呼吸，心里会冒出一句话，我怎么一下子就老？如果你最近也常有这种感觉，今天这段话请你耐心往下看，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衰老，而是老天在提醒你该停一停了。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白头发，而是人还没老，心先苦了。其实很多人不知道，在中医和相学里，白头发从来不只是一个衰老的信号，它更像是一张你前半生情绪的对账单。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，发为血之余，头发是气血长出来的。你这些年受过的委屈，扛过的压力，放不下的执念，藏不住的焦虑，最后都会一笔一笔写在头发上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40岁就白了满头，有的人70岁依然精神抖擞？差别从来不只是年龄，而是这颗心耗得厉不厉害。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看看你的白头发最先长在哪里，是两鬓，是前额，还是后脑？不同的位置其实藏着不同的人生命题。很多人两鬓最先白，尤其是男人，45岁前后两边鬓角忽然开始大片变白。为什么偏偏是两鬓？因为两鬓对应的是肝胆，而肝这个脏腑最怕的不是熬夜，是委屈。很多中年人表面看着四平八稳，其实心里全是压着的火。工作不顺不敢说，婚姻有裂缝忍着，孩子不听话憋着，就连自己受了委屈也只能等到夜里一个人偷偷叹口气。时间久了，肝气郁结，肝血慢慢耗干，白头发就开始从两边冒出来。所以很多两鬓斑白的人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底色，责任感太重，什么都想扛，什么都不肯放。尤其很多父亲这一辈子最不会做的事就是示弱，总觉得自己不能倒，总觉得自己是那根撑着全家的柱子。可你知不知道，人最伤身的从来不是辛苦，而是那种永远在硬撑，永远不敢松的劲儿。曾仕强教授讲过一句话，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爱硬撑。这话很多年轻人听了当笑话，可50岁以后的人一听就沉默，因为心里太清楚那是什么滋味。很多人的白头发根本不是岁月染白的，是那些年没说出口苦，一口一口熬白。如果你也是两鬓开始变白，请记住一句话，很多事真的不用再那么较劲了。孩子有孩子的命，伴侣有伴侣的因果。
你这一生不是来替所有人负责，你越想控制，肝气越郁，命也越沉。真正高级的人生，到了后半场，都在学2个字：不争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心里忽然酸了一下，想起了自己这些年一直在硬撑的样子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我该放松了。这不是认输，而是人到了这个年纪，终于开始学会放过自己。还有一种人，白头发最先长在前额，这种人往往是家里最操心的那个，尤其很多母亲前额白得特别快。为什么？因为前额对应脾胃，而中医讲湿伤脾，想太多的人脾胃最容易出问题。很多女人到了50岁，明明孩子都大了，可心还是停不下来。儿子工作稳不稳，女儿婚姻幸不幸福，孙子学习跟不跟得上，甚至晚上躺在床上，脑子还在转，明天要买什么菜，家里哪里还差什么，谁最近情绪不对，谁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。你发现没有，这种人一辈子都在替别人活，不是不累，是停不下来。可问题是，你替所有人操心，谁来替你养命？很多母亲晚年最大的悲哀，就是孩子早就长大了，可他的心还困在我必须照顾所有人这个牢笼里出不来。这种长年累月的焦虑，最伤脾胃，脾胃一弱，气血就生不出来，白头发自然越长越快。所以很多前额白的人，不是老得快，是心太累。易经里有一句智慧，很多中年人一定要懂：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这句话不是叫你管孩子，而是提醒你不要越界去承担别人的因果。有些苦，孩子自己要走；有些弯路，伴侣自己要悟。你什么都替他扛，最后耗干的是你自己的命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到了晚年都在学一件事：收心，少操那些管不了的心，少去控制那些控制不了的人，把向外消耗的那口气慢慢收回到自己身上来。你会发现睡眠好了，脾气稳了，整个人也柔和了。很多白头发其实不是治不好的，只是你一直在透支自己。如果你也是那种嘴上不说，心里却一直在替全家人悬着的人，请在评论区留下往后先顾自己。很多人到了60岁才第一次敢对自己说这句话。还有一种白头发最容易被人忽略，却偏偏最伤命根，那就是后脑开始白。很多人平时照镜子根本看不到后面，直到某一天理发师傅说一句：你后面怎么白这么多了，心里才猛地一沉。后脑在中医里对应的是肾，而肾藏的是一个人的先天之本。简单说，一个人的精力、胆气、安全感、生命力，乃至晚年的福寿，都和肾气有关。所以很多人不是突然老的，而是肾气被一点一点耗空的。尤其现在很多中年人，表面上一切正常，其实早就处在长期透支的状态里。白天拼命撑，晚上睡不着，脑子永远停不下来，总觉得自己不能停，因为一停，家就塌了。这种人后脑白得最快，因为他活得太紧太绷。很多男人尤其明显，年轻时拼事业，中年拼家庭，到了50岁还不敢松口气，嘴上说没事，其实心里全是怕。怕没钱，怕生病，怕孩子将来靠不住，怕退休以后失去价值。这种深层的安全感最耗肾气。老祖宗才说，恐伤肾。
一个人长期活在焦虑和恐惧，白头发一定从后面蔓延，而且通常还伴着失眠、腰酸、记忆力下降，整个人气色越来越差。很多人以为自己只是太累，其实是生命能量已经开始亮红灯了。可最可惜的是，很多人明明身体已经在求救，还在硬撑，甚至对自己说，等我忙完这几年再休息。可人生最残忍的地方就在这里，有些人等啊等，身体却等不了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退休反而突然病倒？因为那口气终于松下来了，而身体早已透支太久。曾仕强教授晚年只说一句话，人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年轻人听了觉得是鸡汤，中年人听了却像救命。因为到了50岁以后，真正重要的已经不是你还能赚多少，而是你还能不能安安稳稳地活着。很多人前半生拼命存钱，后半生全拿去换药，这是最深的不知。所以后脑白的人，真正要修的不是头发，而是安全感。要慢慢学会相信，人生不是什么都靠硬扛的，有些事可以放，有些责任可以交，有些人终究有自己的命。你不可能替全世界挡风遮雨，人活到最后，最难学会的一件事，就是允许自己没那么厉害。很多人这一生最大的执念是，我不能倒。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后半生反而开始学另一句话，我可以慢。这不是退步，这叫仰仗。黄帝内经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冬三月，此为必长。真正高级的人生，到了后半场，都在做一件事，把向外耗散的那口气慢慢收回来。少说话，少生气，少瞎操心，少跟烂人纠缠，把气养住，福才能留住。很多人越老越有福相，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命好，而是因为他不再乱耗自己了。你仔细观察，真正气质好的老人未必没有白头发，甚至很多人一头银发，可整个人却非常安定，坐在那里让人觉得很有贵气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白不是衰，而是岁月沉淀之后的通透。这时候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概念，叫寿毛。有些人到了60、70岁以后，会长出几根特别长、特别亮的白发，甚至眉毛里也会冒出细长的白毫。很多人觉得难看，赶紧剪掉。可老一辈真正懂的人都知道，这不叫老，这叫福寿之相。因为真正的寿毛不是普通白发，而是一个人扛过了前半生的大风大浪之后，气开始沉了，心开始静了。那些年轻时的争强好胜，放不下的怨，一定要赢的执念，都慢慢淡了，气血反而开始变纯，人才真正开始养命。所以很多老人晚年反而越来越慈祥，不是因为身体变年轻了，而是心宽了。道德经讲，知足者不辱，知止者不殆。人真正开始长福气，往往不是拼命往前冲的时候，而是终于学会停下来的时候。很多人到老才明白，人生最贵的其实不是钱，是晚上能安心睡觉，家人说话和气，身体没有大病，心里没有大怨，这就已经是大福报了。可惜很多人年轻时不懂，总觉得再拼一点，再熬几年，等以后就好了。可人生没有哪一天会突然全部变好，真正的转运其实从你愿意慢下来开始。所以白头发真正的意义不是提醒你老了，
而是提醒你该换一种活法。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忽然觉得这些年自己真的太累了，太紧绷了，太不敢休息了，请在评论区留下我想慢下来。这句话不是认命，而是后半生真正的决心。因为人一旦学会停下来，很多福气才会慢慢回来。很多人一看见白头发，第一反应就是老了。可真正懂易经的人知道，人真正开始衰老，不是头发白了，而是心开始灰了。有些人年纪不大，可眼神里已经没有光，每天不是焦虑就是抱怨，不是担心就是比较。这种人哪怕头发全黑，身上也没有生气。可有些老人不一样，一头白发可让人靠近就觉得安稳，觉得舒服，甚至觉得很有福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身上的气是定的。易经里有一句话，相由心生，很多人只理解成心好面相就好，其实更深一层是你怎么活，岁月就怎么写在你脸上。所以有的人白发是焦虑熬出来的，有的人白发却像雪一样干净，两种人气场完全不同。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到了后半生，不再拼命对抗岁月，而是开始学会欣赏岁月。因为他终于明白，白发不是失去了青春，而是人生走到通透处后留下的痕迹。很多人年轻时总想赢，跟别人比，跟命运较劲，跟自己死磕。可人到50岁以后，会慢慢发现，人生最难的不是成功，而是放下。放下控制，放下执念，放下那些非要怎样不可的念头。很多人的白头发，其实就是老天在轻轻提醒你，该松一松了，该让自己喘口气了。尤其很多父母到了晚年，还在替孩子操碎了心。孩子工作不顺，他睡不着；孩子婚姻不好，他跟着掉头发；孩子一条消息没回，他能胡思乱想整晚。你看，很多白头发根本不是年纪长出来的，是牵挂长出来的。所以老祖宗才讲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这句话不是冷漠，而是不要越界，不要去承担别人本该承担的人生。有些路孩子自己要跌，有些苦别人自己要悟，你替不了。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活稳。因为父母后半生最大的福气，不是孩子多有出息，而是自己身体还健康，心里还有光。很多老人晚年最可惜的地方，不是穷，而是一辈子没真正为自己活过。年轻时为父母，中年时为孩子，老了还在替全家操心，最后把自己熬成一身病。白头发其实就是身体在告诉你，该把爱收回来一点了。先爱自己，先养自己，先让自己的气血重新长回来。因为人只有气足，命才会旺。曾仕强教授晚年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，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是养。养什么？养气，养心，养神，养德。你会发现真正有福气的人，到了晚年都慢慢变淡了，不爱争了，也不再天天需要证明自己。因为他终于知道，命里有的不用抢，命里没有的争也没用。这时候人的气才真正开始往回收。所以很多人到了60岁以后，反而越活越慈祥，头发白了，可整个人透着贵气，因为心里那团火慢慢变成了光。这才是真正的老来福。很多人不懂，总觉得白发一定要遮，皱纹一定要除，拼命对抗衰老。可真正高级的人生，
从来不是拼命假装年轻，而是带着岁月留下的痕迹，依然从容。你看那些真正有智慧的老人，哪怕满头白发，坐在那里都让人安心。这种安心感不是护肤品给的，是看透人生之后留下来的厚重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别再嫌弃你的白头发，每一根白发其实都记录着你为这个家熬过的夜，你替家人挡过的风，你那些没说出口的委屈，还有你一路走来始终没有倒下的证明。这不是衰老，这是勋章。但老天让你长白头发，不是让你继续硬撑，而是在提醒你后半生该学会对自己好一点，少生气，少焦虑，少操那些没用的心，把向外耗散的能量慢慢收回来。因为真正的长寿不是活得久，而是活得安。很多人晚年最幸福的一刻其实非常简单，有人说话，有人惦记，晚上睡得着，早上醒来心里不慌，这就已经是福报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真正有福气的人，后半生都在做减法、少怨、少争、少耗，多睡觉，多散步，多晒太阳，多说几句温暖的话，把气慢慢养回来。这才是最顶级的养生，也是最深的改命。如果今天这段话你真的听进去了，从此不再害怕白头发，反而开始懂得岁月不是来打败你的，而是来成全你的。请在评论区留下岁月生福，让我们一起学会用更从容的姿态走好人生的下半场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些人生底层的智慧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以后关于易经里的身心能量、家庭因果、晚年福报，我会继续陪你慢慢讲透。下一期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一直误会的话题，千万别乱减肥，你身上有些地方的肉其实是晚年最大的财富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